男人不小心摔死了自己刚出生的孩子。无比惊恐的男人根本不敢将这件事告诉自己的妻子，他偷偷将孩子的尸体放回了婴儿床，并用枕头遮挡住了上半身。等妻子回家后走进卧室时，男人慌忙叫住了妻子，说自己好不容易才将孩子哄睡，他让妻子去放松一下，自己留在这里照看。看着丈夫愿意为自己分担压力，妻子也是万分感动。而这场悲剧的发生全部都要从这个平淡的下午开始说起。杰克带着妻子一起来到了一家家具店，准备购买一张心仪已久的茶几。导购员把这张茶几吹得天花乱坠，世间仅有。听到这里的杰克满心的异动，然而安娜一眼就看出了对方的销售套路，并直言指出了这就是一张劣质玻璃配上了假镀金的桌筒而已。可导购员听闻之后立刻就不乐意了，说这张玻璃坚不可破，且能够使用一辈子，同时这是仅存的最后一件了。虽然安娜坚持不同意购买，但杰克还是说家里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按照安娜的喜好进行购买的，这一次无论如何都要依照自己的意愿买下这把茶几。无奈之下，安娜只能选择同意。然而等到夫妻两人回到家后，杰克在安装茶几的过程中才发现了茶几上的玻璃怎么都放不稳，仔细对照过说明书才察觉到是少了一颗螺丝，于是他便拨打了商场的电话，并让导购员将缺少的螺丝送到家里来。等到杰克放下电话之后，安娜嘱咐丈夫在家中照顾好孩子，自己则是前去超市买一些食材，因为今天晚上杰克的哥哥和他新谈的女友要来家中做客。可令杰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妻子前脚刚走出家门，原本熟睡中的孩子便开始哭闹起来。无奈之下，杰克只能抱起孩子来回在客厅里晃悠，还向孩子展示自己下午刚买回来的茶几。然而意外却在此时发生，随着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婴儿的哭声也戛然而止。杰克的身上此时已经沾满了血迹，破碎的玻璃似乎见证了刚刚发生的一切，而婴儿此时也已经身首异处。无比惊恐的杰克根本不敢触摸孩子的身体，就连手背上的伤口他都感觉不到任何疼痛。与此同时，正在超市中购物的安娜对此一无所知，她还在这里遇见了多年未见的好友。在得知了安娜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朋友还特地打电话给杰克贺喜。可杰克此时的大脑已经一片空白，根本就不知道对方在说些什么。事后妻子又打来了电话，询问他要购买什么牌子的红酒。敷衍着妻子的杰克深知孩子对妻子意味着什么，他根本就不敢将实情告诉给对方。挂掉了电话之后，他小心翼翼地抱起了孩子的尸体，并将其放进了卧室里的婴儿床中。之后他走进厨房寻找清洁剂，准备清洗客厅中的痕迹，才发现家中的洗涤剂已经全部用完。无奈之下，他只能敲开了邻居家的大门向对方求助。看着杰克身上的血迹，邻居也是十分疑惑。他解释说自己正在家中粉刷，身上这些红色印记全都是油漆的痕迹。成功拿到清洁用品的杰克正准备回到家中的时候，恰好碰见了前来送螺丝的导购员。对方喋喋不休地表达着歉意，最后竟然还提出了非常无理的请求。Oiga, podríamos, no sé, salir a cenar, ir al cine o tomar algo, ¿no? Me ha caído muy bien. No sé, yo creo que tenemos, no sé, feeling. Yo la verdad es que no tengo muchos amigos, pero podríamos quedar de vez en cuando, si quiere. 无比烦躁的杰克直接将其拒之门外，之后开始争分夺秒地收拾客厅中的痕迹。因为妻子发来信息说还有半个小时就能到家，可地毯上的血迹无论如何也清洗不干净。同时杰克还在沙发底下发现了婴儿被切断的头颅，但是他依旧没有勇气面对这一切。在冲洗掉身上的血迹，包扎好手上的伤口后，妻子也回到了家中。安娜进门就开始质问杰克为什么要挂断自己的电话。此时的杰克还没有想好该怎么面对妻子，他只能谎称安娜走后孩子就开始哭闹，自己好不容易才将其哄睡着，希望妻子不要去卧室打扰孩子睡觉。随后又说出了茶几玻璃破碎的事情。听到这里的安娜无比不开心。El cristal irrompible. Eso es el karma. 等到安娜走进客厅后，看着地毯上残留的血迹也是大吃一惊。杰克慌忙上前解释这些都是自己割到手后留下的。此时的安娜还并没有起疑心，还不停地抱怨这张破茶几毁掉了自己的毛毯和沙发。不过说着说着，安娜又嘲笑起了丈夫。¿Y cómo se ha roto? ¿No lo sabes? No. Vaya mesa de mierda. Cristal irrompible, decía el cutre del vendedor. Anda, que qué buena lección has hecho, cariño mío, te felicito. Estás llenado de gloria. 之后在准备晚餐的时候，看着杰克一脸魂不守舍的模样，想到杰克买到的破茶几，安娜还是忍不住的放声大笑。¿De qué te ríes? Pues de lo del cristal, coño, de lo del cristal irrompible. No te ha durado ni un día, tío. ¿Qué has hecho?
para romperlo. Pero ¿cómo te la has podido cargar tan rápido? Me hubiera encantado ver el momento justo en el que se rompió. Ay, me encantaría ver qué cara se te ha puesto. 看着妻子的模样，杰克心中不由得暗暗想到：现在你笑得越开心，待会你哭的就有多惨。然而此时心情万分舒畅的安娜突然想去看看宝宝，接着就在杰克魂不守舍的目光中走向了卧室，浑然没有注意到房间门把手上残留的血迹。就在安娜走向婴儿床的时候，身后突然出现的杰克一把叫住了妻子，说自己好不容易哄睡了孩子，别把他吵醒了。随后不疑有他的安娜便离开了卧室。按照妻子的嘱咐，杰克在走出卧室之前缓缓来到婴儿床前，带上了监听器。可当杰克回到厨房后，安娜却从监听器中听到了滴水的声音。杰克连忙阻止了妻子前去查看的行为。等他来到卧室，才发现原来滴水声其实是孩子的血液滴落在地面上发出的。杰克告诉妻子，可能是监听器出现了故障。之后没过多久，杰克的哥哥便带着他的女友来到了家中。哥哥一眼就察觉到了弟弟脸色有些不对劲。安娜在一旁解释说，他今天新买的茶几碎了，所以心情不太好，而且割伤了手背，流了不少血，还有些虚弱。随后哥哥两人便想去卧室看看婴儿。听到这里的杰克立马就坐不住了，当即说孩子还在睡觉，等醒了再去看看也不迟。在杰克极力的阻止下，安娜只能带着哥嫂两人前去参观为孩子准备的婴儿房，而杰克也一路跟随，寸步不离，生怕他们会闯进卧室看见孩子的惨状。等到了晚饭时间，面对一桌子的美食，杰克如同绝辣，他的眼神总是会被沙发下的头颅所吸引。终于忍受不住这种压力的杰克离开了餐桌，躲进了厕所，准备向妻子坦白这一切。Cuando oigas esto, cariño, ya estaré muerto. He matado a nuestro hijo. Ha sido un accidente estúpido, pero ha pasado. Y no puedo soportar. No tengo el valor para decirte a la cara. 然而这一切都被跟来的哥哥全部听见。在得知了所有的事情之后，看见婴儿尸体的哥哥也是无比震惊。No tiene cabeza. Se la cortó el cristal. ¿Y dónde está? Debajo del sillón. No me atreví a cogerla. 然而就算是杰克以死谢罪，也改变不了这一切，只会让安娜更加痛苦。所以哥哥决定由自己向安娜坦白一切，但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她看见没有了头颅的孩子，这样肯定会让安娜情绪崩溃。可就在这时，屋外突然传来了门铃声，原来是邻居家的孩子要过来玩。更加重要的是，小女孩带来的宠物狗似乎发现了沙发下的异常，开始狂吠不已。眼看狗子就要钻进沙发下面，哥哥赶紧冲了过去。¿Me puedes decir qué coño está pasando, por favor? ¡Di algo, coño! ¿Qué pasa? ¿Por qué el pelo está lleno de sangre? ¿Y qué escondes ahí, Carlos? ¡Es una cabeza! ¿Una cabeza? Vete de casa, María. Cristina, coge a María y llévatela de casa, por favor. Hazme caso. Sácala de casa ya. ¿Me puedes decir qué pasa, por favor? Jesús. María, ve con Cristina a mi casa y luego hablamos. Confía en mí. Confía en mí, pero ahora sal de aquí, por favor. Enséñamelo. ¡Enséñamelo! ¡Enséñamelo! Hazme caso y vete. No es necesario que vivas esto. Vete de aquí y luego te explicaremos todo lo que ha pasado. Pero ahora vete. Vete, por favor. ¡Enséñame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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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见孩子头颅的那一瞬间，安娜的情绪彻底崩溃了。受不了这种打击的安娜如行尸走肉一般走向了阳台，一跃而下。无比自责的杰克也紧随其后跳了下去。哥哥的女友也在目睹了这一切后，也因为受到了强烈的刺激被送去了医院。而哥哥也是魂不守舍，双目无神，口中一直在重复着咖啡桌3个字。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杰克不顾妻子劝阻，坚持要买咖啡桌。但如果是你，你会听从妻子的劝告吗？